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我怀孕4个月流产了。只因意外发生时，老公坚持先救怀了孕的女邻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女邻居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她的。结婚15年，因为只有一个女儿，婆家对我始终不满。好不容易怀上2胎，我却流产了。老婆，我当时只是看那邻居喊得那么疼，以为她情况更严重。从医院回到家，老公歉疚地对我不断解释，我一个字都不想听。今天下午，我和女邻居在小区花园里被一群骑快车的熊孩子给撞倒。因为我俩都是孕妇，有邻居立即打了急救电话，救护车只来了1辆。我那时已经意识模糊，开始出血，而女邻居还能让人搀扶着坐起来。可我老公不顾邻居劝阻，硬是把唯一的救护车让给了女邻居。我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流产，医生遗憾地告诉我，再早来10分钟，孩子就能保住。周军，你出去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老公无奈地叹气。哎，那你自己静一静吧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周军走后，我把自己埋在被子里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10分钟，要了我为出世孩子的命。老公的理由居然是他喊疼的声音比较大，这让我怎么接受？手机铃声响起，屏幕在被子里发着蓝莹莹的光。我拿过来一看，才发现是周军的手机，他落在我这边了。我心里存住气，不想替他接电话，直接按了静音。2个电话没接，一条短信就在我眼前弹出：老公，你解决完那个黄脸婆没有啊？我和宝宝都好想你，你快过来嘛。每一个汉字我都认识，可是我的脑子就像是坏掉一样，怎么都想不明白，周军的手机上怎么会有这段话。第2条短信紧跟着就来了：老公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错，我就是故意推他的，我就是恶毒。谁让他占着你妻子的位置，而我却见不得光？我这么爱你，我只是想站在你身边。我克制不住自己，我喉头翻涌上一阵腥甜血气，脑子里回忆着在小区里出事的每一个细节。的确，那些熊孩子骑车冲过来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女邻居推了我一把，我根本不会摔倒。本来以为他只是惊吓中的无意之举，没想到他居然是故意对我下毒手。那么，周军呢？周军在这里面是个什么样的角色？他故意把唯一的救护车让给女邻居，是否也代表着一种默许？我明明把裹着厚实的被子，这一刻却如同被人推进了冰窟。周军急匆匆跑回房间，隔着被子，我能听到他到处翻找东西的声音。我掀开被子，把手机递给他：你在找这个吗？周军的脸色极不自然，拿过手机都不敢按亮屏幕，遮遮掩掩地问我：老婆，刚才没人打电话吧？我悠悠地盯着他：你是指打电话催你快去看宝宝的电话吗？我抓紧被子，指甲裹在绵密的布料里被卷得生疼。周军，你选择救他不救我，根本不是因为谁喊疼喊得更大声，对吧？话说到这一步，周军知道瞒不过去，干脆也不装了。你当时流那么多血，眼看着就没指望了，我想要留住一个孩子，这有什么错？我不可置信地对他质问：什么叫想要一个孩子？我们明明有孩子，我们有女儿，女儿和儿子能一样吗？女儿以后都是要嫁去别人家的，我的财产凭什么要送给别人？周军愤怒至极，咆哮声响彻整个房间。我脑子里如同有惊雷炸响，
从前那些只是想儿女双全，给女儿一个弟弟做依靠的假象，全都在这一刻彻底被劈碎了。这才是他的心声，并不是只有公婆看不起我的女儿，其实他这个亲生父亲也是一样的。我闭了闭眼，只觉得心灰意冷。周军，我们离婚吧。好啊。周军答应的声音是那样轻快，下一秒他说，女儿归你，至于其他的就不用想了。我震惊于他的无耻，真是被气笑了。周军，你当我是法盲？夫妻离婚，你才是过错方，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？周军有恃无恐地笑看着我，那笑容带着难言的阴森。难道你想把这件事闹大？女儿马上就要中考，你不怕影响她成绩？难怪她对离婚答应的那么痛快，原来是在这里找到了我的软肋。我无法理解她是怎么说出这句话的，那也是她的女儿，难道就因为不是儿子，所以她就可以毫不在意？但是我不敢用女儿来试探，她可以不在意，我却不行。良久的沉默过后，我选择低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周军露出胜利的笑容，吹着口哨离开家。我知道他是去找那个女人了。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我低低地笑出声。周军，我凭什么把一切拱手相让？不管是女儿还是财产，我都要。周军的效率很快，当天他就拿回来一份离婚协议让我签字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除了女儿，这个家的一分一毫都跟我无关，包括我手里的公司股份也全都归他。我痛快地签字，跟他去民政局申请离婚。意料之中的，就算我们双方都是自愿离婚，仍然需要等待离婚冷静期。周军显然也是知道这个的，并没有再多做什么，只是告诉我1个月之后再来，你自己回去吧，我还有事。有事？是忙着去陪怀孕的女邻居吧？我冷眼看着她离开，打车去了女儿的学校。平时我开的那辆车已经被周军收走钥匙。对于到手的钱财，这男人像是个最兢兢业业的守财奴，看得死紧。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是我最后的机会。女儿下课后跑来见我，还追问爸爸怎么没来。看着她满脸天真的样子，我心中止不住的难过。她还不知道她的爸爸不要她了。我和女儿商量了很久，终于让她答应转学去封闭学校。我找了朋友帮忙，3天后，女儿离开原本的学校，去了一所会被没收手机、家长都不能随时探望的新学校。做完这些，我心中安定不少，这样我和周军的事情就不会影响到他的中考了。回到小区，我去找了物业，告诉他们我想去看看和我一起摔伤的孕妇，但是不知道她住哪一间，要到了女邻居的资料。赵玉，今年20岁，一所艺术大学在读的女学生。这次要资料，我还得到了一个意外惊喜。赵玉住着的房子，房主登记是我老公的名字。周军是真的胆子大，不只是背着我养金丝雀，还把鸟笼就放在我眼皮子底下。我记下赵玉的学校名字和班级，在网上搜到地址，打车前往。要找到赵玉，比我想象中的还容易。我跟门卫登记了身份，说是赵玉的亲戚。对方见我提着零食和水果，信以为真，放我进门。按照网上的课表，找到赵玉所在的教室，老师正在讲台上授课，赵玉坐在前排靠走道的位置，倒是给我省事了。我推门走进教室，无视老师的质问和学生们的诧异，直奔赵玉。赵玉看清我的脸，顿时吓得面色发白，不停撩头发响，挡住自己。我走到他跟前，
看着他正在瑟瑟发抖，心想，原来你也没有那样胆大，还是知道自己见不得人的。我抬起手，赵玉立刻吓得尖叫一声，用手抱着脑袋，生怕我打他。然而我只是亲昵地拉住他的手腕，嗔怪着，小玉，你怀孕了怎么能还跑来上课？赵玉被我这句话砸懵了，张了张嘴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老师拧着眉头走下讲台，看着我的眼神很不友好。女士，你找我的学生做什么？有什么事也请你下课后再来，不要影响课堂秩序。我抱歉地对着老师鞠躬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担心小玉肚子里的孩子。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赵玉隆起的腹部，有同学比较开朗，主动对我提问，你是赵玉的婆婆吗？你好年轻啊。我温婉摇头，不是的，我是她肚子里孩子的未来妈妈。这话把所有人都说得一愣。赵玉反应极大，掀翻了桌上的书本，起身用力推搡着我，你出去，我的孩子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用一句话让赵玉老实下来。这么激动，很容易像我一样流产的。赵玉像是个木偶，僵硬着不敢再动弹，视线还总是瞄着我的肚子。有学生嗅到了八卦的气息，不停起哄问我到底是谁。我笑看着这帮最好的助攻，揭开谜底。她怀了我老公的孩子，你说我是谁？教室里一片哗然，赵玉趴在桌上哭了起来。我摸着她的头发，像是怜惜一般地问她，小玉，你为了给我老公生儿子，把我推倒让我流产，怎么现在又不敢承认了？你别害怕呀，我被你的爱情感动了，答应和我老公离婚，你开心吗？老师和其他同学终于反应过来眼前是什么情况，不少同学都在窃窃私语，看向赵玉的眼神充满鄙夷。老师为难地拉着我，有什么事去办公室说吧，学生们还要上课。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我当然是愿意走的。我和赵玉被带到了年级主任的办公室，老师们本来都着急安抚我的情绪，结果发现我冷静得很，他们就有些无从下手了。很快，周军赶到学校。严新平，你胡闹什么？他满头是汗，前几天我流产送医院，他都没这么担心过。我翘着二郎腿，看着他把赵玉抱在怀里安慰，一口冷水流过喉咙，难以浇灭我心中的火气。我来看看年轻人感天动地的爱情，有什么不幸吗？周军来了，赵玉终于有了靠山，也不哭了，眼泪一抹，梗着脖子对我喊了起来，我就是喜欢周军，我爱他，我要和他在一起。他对你早就没感情了，你再闹也没用。说着，这个年轻的女学生挺起肚子，以无比自豪的语气告诉我，我能给他生儿子，你能吗？我原本非常恨他，但现在我有点同情他。小朋友，当一个女人最后的价值只剩下她的子宫，那就说明她是这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。因为你可以做到的事情，这世界上无数个女人都可以做到。她可以为你的子宫抛弃我，就可以为任何人抛弃你。赵玉被我说得满脸茫然，无措地抓着周军的手，不断大声宣告，他不一样，他们是爱情。年级主任叫停了这场闹剧，把我和周军都请出了学校。校门外，周军目光阴沉地盯着我，像是一条要咬人的毒蛇。严新平，你非得撕破脸是不是？你不想让女儿考上好高中了？我无所谓的一摊手，随便啊，反正净身出户的话，我也供不起她那些艺术班和家教课，往后也没办法支持她出国念书。那她现在考什么样子，不都无所谓吗？周军完全没料到我会这样混不吝，气得抽了一支烟，
最后抬手指着我点了好几下。你再敢找小玉的麻烦，我连女儿抚养权都不给你。我乐呵呵地说，那就不要了，一个人乐得轻松。仗着女儿被我送进封闭学校，不管周军说什么，我都能像是拥有金刚不坏之身。周军用力碾灭香烟，你不用跟我装，要是真不在乎，你就不会签离婚协议。我不在意被戳破，很是光棍地表示，对呀，我在意，但我离婚了，没钱了，不痛快，想闹一闹。怎么了呢？周军一时间拿我没办法，只能愤恨地开车走人。我被喷了一脸汽车尾气，心情还挺不错的。我回小区调取了之前出事那天的监控，又私下找到撞我的熊孩子家长，表示可以跟他们签订和解书，不追究任何后续责任。但我有一个要求，帮我去找那附近所有业主自己装的监控，然后把出事那天的视频给我。我怀疑我会流产不是你们孩子的问题，而是有人害我。三言两语，那个和我一起摔倒的孕妇怀了我老公的孩子的事情，就在小区里不胫而走。赵玉从学校回家，迎面看到我和别的邻居聊天，立马扭头要绕路。我赶紧拉着一个刚找的保姆跟上他，再拿出个大喇叭，在我们那栋楼口喊开了：各位邻居们注意了，住170-2室的女大学生赵玉怀了我老公的孩子，这可是老周家3代单传，千万不要磕碰到她。我的孩子已经流产了，就剩下她肚子里那个了。赵玉年纪轻轻，对我老公情根深种，请大家一定要成全他。邻居全都跑出来看热闹，赵玉也挺着肚子下楼，看到我当场就气哭了。他崩溃地大喊：严新平，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放过你？多好笑的问题！你和我老公做那些事情，又下毒手害死我肚子里孩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要放过我呢？我笑着拉住保姆的手，走到赵玉面前。小玉，孕妇可不能哭啊，你好不容易把我弄流产了，就指望着生个儿子让我老公娶你呢，这要是把孩子哭掉了，那不是前功尽弃？赵玉恨恨地瞪着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老公不爱你了，他不要你了，你现在这样不觉得丢人吗？旁边的人哄笑出声，什么难听话都有人骂。赵玉听得一会面红耳赤，一会脸色惨白。瞧你说的，我离婚协议都签了，我老公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，让我和我女儿净身出户呢，你不知道吗？赵玉气都喘不匀，发现自己说不过我，也不开口了，就开始低头给周军打电话。小玉，回家了吗？老公，你老婆又来找我麻烦。赵玉哭嚎着告状，尽管周军的年龄比他大1轮，那一声老公喊的还是无比自然。可是接上那句你老婆，听上去就特别喜感了。严新平，我的警告你是听不进去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学校，告诉女儿说我们离婚，我看她中考能考成什么样。尽管我已经看到了周军的狠心，可他这句话一出，我还是有些无法接受。过去那10几年，他也曾经疼爱过女儿，把孩子抱在怀里，逗她开心，哄她撒娇，听她说对未来的梦想。可现在，他为了赵玉和他肚子里那个所谓的儿子，毫不犹豫的就要毁了我们的女儿。我再一次庆幸，已经把女儿转去了封闭学校。没有了软肋，我从此无坚不摧。周军，你可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是找了保姆来照顾你的心肝宝贝的。我示意阿姨跟周军打个招呼，没想到阿姨怪给力的，面色古怪，连连摆手。这工作我做不来，小姑娘不学好，老男人不正经，我才不赚这个钱。终于，赵玉再也克制不住，
蹲在地上，哇的一声哭得震天响。周军气急败坏地骂我，又温声细语地安慰赵玉，相当忙碌。就在这时候，赵玉忽然捂着肚子，拽着我的裤子哀求：救命！我肚子疼。我看到他浅色的睡衣上渗出了一点血迹。周军在电话那头对着我怒吼：孩子要是出了事，我要你的命！尽管有邻居暗示我可以假装看不到，我还是把赵玉送去了医院。我很想让他肚子里的孩子消失，可我不能众目睽睽之下这么做，那等于给了赵玉和周军一个天大的把柄。万一我真的被告了，剩下的事情就全看周军如何运作。他肯定不会放过我，那我女儿该怎么办？周军赶到医院，抬手就给我一个耳光，我被他打得撞到墙上，脑袋疼得像是要裂开。你这个贱人，蛇蝎毒妇！我耳朵里嗡嗡作响，他的骂声仿佛隔着一层朦胧的墙，我听不清。我第一反应是，我们在离婚，这应该不算家暴了。第二个反应是，抓起护士台摆着的盆栽，朝着周军脑袋狠狠砸下去。红土花盆带着周军的血碎了一地，护士和医生跑过来拉开我俩。周军捂着流血的脑袋，彻底失去了理智。严新平，你等着，我一定弄死你！这一花盆砸下去，我心里的郁气去了大半，只觉得心头畅快无比。被周军威胁，我也不带怕的。行，所有人作证，我要是死了，肯定就是你干的。周军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一下子就卡住了。吵架这种事，只要停顿下来，就很难继续。我俩各自被拉着去做检查和上药，照顾我的护士还安慰我：姐姐，烂男人不值得，保护好自己呀。我笑着跟他道谢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烂男人不值得，但是我女儿和我帮着他赚来的钱很值得。赵玉比我命好，送医急救没耽误，又只是情绪激动导致的先兆流产，到医院保住了孩子。周军这一天被我折腾得够呛，安顿好赵玉，还得赶回公司去处理事情。地下停车行，我跟在他身后，顺势上车坐进副驾驶。你又要干什么？去公司。离婚手续还没办下来，我还是公司的股东，不是吗？周军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笑话。严新平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一个泼妇？那就要问你了，我当年跟你结婚的时候，你可是夸我温柔贤淑、优雅沉静的。我系好安全带，等着他开车。周军和我结婚的时候，不过是个什么都拿不出来的乡下穷小子。他东拼西凑，最后只拿出来2万彩礼，我们的房子、车子，连他婚后经营的第1家铺面，都是我娘家给我的嫁妆。后来他生意越做越大，我娘家逐渐不再被他放在眼里，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淡。从昔日的爱侣到后来的搭伙过日子。老实说，我拼着高龄产妇也要生第2个孩子，就是因为嗅到了婚姻中的危机。可惜还是什么都无法挽回，走到了这么不堪的地步。周军似乎也因为回忆起了什么而有些安静，我俩在车里什么话都没说。我跟在周军身后进公司，不少人看到我还会喊我老板娘。其实我虽然做了家庭主妇，但并没有真的和社会脱节。我为了让周军在外面脸上有光，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对他的生意指手画脚，只在他回家后为他出谋划策。曾经我以被周军夸奖是贤内助为荣，现在只觉得自己傻到荒谬。我告诉周军，我要最后一次看看公司，或许过去的记忆真的会有一些温柔加成。
去吧。周军黑着脸，到底是答应了我。我就这么光明正大地直奔财务部。这几年周军对我日渐冷淡，我对公司的了解已经不多了。但是我记得流产的前一天晚上，周军打电话和人吵架。他那时候说，那些账目被查出来，我们全得完蛋。老板娘的身份让我轻松拿到了所有电子账，包括见得光的和见不得光的。我把账本就是传到自己手机里，然后开始揪着一些小错对财务部的人不断发脾气。周军赶来，看到的就是这一幕，他头疼不已，你别胡闹了，赶紧回家，再不走我就给女儿打电话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拿着手机和他擦肩而过。自从我闹腾过那一天之后，周军一直对我严加防范，总在警告我不许搞事。因为看我不顺眼，他还辞退了保姆阿姨，逼着我在家里做家务。我假装被打老实了，每天给他做饭。周军下班回家就会和我一起吃饭。明明我俩已经撕破脸，可这段日子除了不同房睡觉之外，居然过得像是一对普通的、生活平静的夫妻。不过只要看到我出门，他就会逼问我出去做什么。我把一叠招聘启事甩在桌上，找工作呀，遇到你这么个白眼狼，我不出去找工作，我们娘俩等着喝西北风。周军多少还是有点心虚的，看到招聘启事，态度没那么咄咄逼人了。他只是嘲讽我，你多少年没出去工作了，拿着学历也是废纸。我把招聘启事塞回包里，我学历变废纸得感谢你，不是吗？周军不吭声，我拎着包出门。出租车停在一个破旧的小巷子附近，我下车后轻车熟路地走进一家私人侦探所。姐姐，调查结果都在这里了。厚厚的一个牛皮纸袋，很有分量。我确认了里面的东西，把余款转给对方。为了这份调查，我卖掉了一套首饰，还好，结果很值得。赵玉还在医院养胎，我带着调查内容去找他。进病房前，打电话通知了周军。严新平，你找死！我挂断电话，把周军的暴跳如雷闷在黑掉的屏幕里。赵玉对我可能已经有心理阴影了，看到我就像是被打怕了的小狗，蜷缩着往后退，同时还不忘护住他的肚子。这是干什么？我可没打过你。我指了指脸上还没完全消失的淤青，看见没？周军为你打的，有个暴力倾向的老男人做老公，开心不开心？他不会打我的。赵玉瑟缩着。我把牛皮纸袋里的资料一张张拿出来，摆在床上。最后一张是赵玉的不良记录。那么他看了这些以后会不会打你呢？调查资料里是赵玉所有交往过的男朋友，她一个20岁的女孩子，感情经历丰富到让我叹为观止。同校、外校的富二代，像是周军那样有钱的社会人士，甚至还有他学校里能帮助他的人。单身的、已婚的、离婚的，婚素不忌，同时暧昧也是经常有的。在和周军交往期间，赵玉住着周军的房子，就一直没断过和别人纠缠。那密密麻麻的记录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去酒店天天上班呢。赵玉看着那些东西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些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我只是很好奇，周军要是知道了，还会相信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吗？周军就是在这个时候闯入病房的，在他对我动手之前，我先把照片扔了过去。周军会喜欢赵玉，除了男人贪新鲜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因为年轻女孩都更加单纯。
他在我身上找不到事业有成中年男人高高在上的自豪感，所以他选择了赵玉，一个看上去对他倾慕崇拜，因为年轻无知就把她当作神一样捧着的漂亮女孩。对于这种中年老男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比揭穿这些假象，让他不得不承认现实，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。我看着周军踉跄后退，好像承受了人生中不可承受的痛苦，嘴角忍不住勾起笑容。看，年轻女孩看不上他油腻的满是褶子的脸，更看不上他的一身肥肉和啤酒肚，只是喜欢他们的钱。赵玉满脸是泪，顾不得自己的大肚子，从病床上连滚带爬地冲到周军身边。风中浮萍一样的纤弱女孩抱着周军，像是抱着人生中最后一根浮木。老公，不是那样的，孩子是你的，那些都是假的，是他伪造的。周军看着他的肚子，表情挣扎到有些狰狞。我递给周军一份身体检查报告。有件事没和你说过，之所以我怀二胎是靠人工受精，并不是我的问题，而是你的。我知道你男人自尊心强，所以和医生商量，没告诉你。可惜我的好心好意都喂了狗。周军看完那份报告，彻底相信了我的话，因为报告不是最新的，日期我做人工受精之前，是我俩一起的医院的那天。他眼睛里弥漫着不正常的红，瞪着赵玉的时候，像是瞪着仇人。周军对赵玉动了手，等他对着赵玉的肚子踹了2脚，我起身出去找护士喊救命。赵玉那个腹部祥的孩子没保住，他自己也因为月份大了，丢了半条命。周军还不解气，嘴里反复念叨着，怪赵玉害死了他的孩子。知道小情人的孩子不是他的了，他终于记起来我那个无缘见到世界的可怜孩子了。赵玉还躺在病房里不起来，周军就在走廊里拉住了我的手。他痛哭流涕地忏悔，满口都是我俩过去的恩爱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？我看着周军一个巴掌接着一个巴掌打在他自己脸上，很快那张早已算不上英俊的脸更加丑陋不堪。我轻声问他，不离了？周军迅速点头，拉着我回家，把离婚协议撕了个粉碎。我默认了周军要求的不离婚，他开心极了，每天都在努力地讨好我，送花送礼物，装得像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。所有的礼物我全都收下，同时在心里默默倒数着日子。在离婚冷静期的第21天，周军因为公司做假账被捕。我那次从公司带着走的账目，成了要他命的证据。我在周军受审期间和他办理了离婚，因为他自己撕毁了离婚协议，所以财产分割都按照正常的来。他和赵玉的事情被我闹到了明面，他那时候不把我当回事，全都认了。作为婚内过错方，他分到的财产缩水许多，除此之外，因为他进去了，公司也落入我的手里。1个月后，女儿中考，考了个很好的成绩。我带着她出去散心，把家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。她有整个暑假的时间来接受这些事情。等到高中开学那天，女儿在进学校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：谢谢你，妈妈，我很幸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